针对 Notebook LM 生成伪 PPT 无法编辑的痛点，我之前分享了改良法和定制法两个方案，但是这本质上是在给导出的 PPT 缝缝补补。想要修改文字，你依然得修图，或者把 PDF 转成 PPT 再去调整，整个过程依然非常繁琐。但现在随着 Agent Scale 的出现，我发现了一个降维打击的全新思路。利用 Agent Scale，我们不需要再去拼图，而是直接让 AI 生成100%可编辑的原生 PPT-X 文件。这一步彻底告别了格式转换。听起来好像要写代码，请放心，你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做好环境准备后，全程只需要用自然语言跟 AI 聊天就能搞定。为了让我们真正掌握 AI 做 PPT 的能力，而不只是碰运气，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它的底层原理。之前的方案是让 AI 当画家，它生成的所谓的 PPT，本质上只是一本由图片组成的精美画册，所有的文字和背景都是粘连在一起的。无论是使用 Notebook LM 或者 Nano Banana 制作 PPT，都是先画出每页的图片，然后自动或手动拼接起来，得到一个伪 PPT。想制定修改文字内容，你往往需要破坏整个画面去修图，或者被迫动用各种工具进行繁琐的格式转换，既费时又费力。而现在的方案是让 AI 当工程师。大家看这张图，这就是 Agent Scale 构建 PPT 的3个步骤：理解与规划、构建与生成、验证与输出。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个严密的工程化过程。第一步是理解与规划，Agent 会理解分析你的提示词，包括 PPT 大纲和风格要求，但它不会马上动手，而是先在大脑里生成一份设计蓝图。这份蓝图包括了3样东西：内容的结构化数据、页面的可视化布局，以及定义颜色、字体的设计系统参数。这就是从文字到设计的关键转化。第二步是构建与生成，拿着刚才那份蓝图，Agent 开始执行代码。它会把抽象的布局和参数通过代码编译成实际的页面元素。这个过程结束后，我们就得到了 PPT 的初稿文件。最后一步是验证与输出。为了保证交付质量，Agent 会对初稿进行代码级的检验，确认标题、内容、样式都准确后，才会最终打包输出这份成品 PPT 给到你。所以，通过 Agent Scale 做 PPT，本质上是从蓝图规划到代码构建的全自动闭环。搞懂了这些，我们就进入下面的实操环节。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准备好环境和工具。为了方便大家，我把所有用得到的工具链接都整理在这个博客文章里了，稍后会放在视频简介中。第一步，我们需要一个 AI 编程工具，我这里用的是 Google Anti-Gravity。点击这个链接，进入官方下载并安装。对于它的详细用法，我之前专门做过视频介绍，需要的朋友可以翻翻看看。当然，如果你习惯用其他的 AI 编程工具，操作逻辑也基本是一样的。第二步，我们要安装运行环境，这是运行相关脚本工具的基础。点击这个链接，进入 Node.js 官网，根据你的系统下载安装包并安装。点击这个链接，进入 Python 官网，根据你的系统下载安装包并安装。第三步，我们要下载并安装 PPTX Skill。首先，点击这个链接，把 Anthropic Skill 仓库下载到本地并解压，得到了这个文件夹 Skills Main。这里包括了我们需要的 PPTX Skill。接着，我们怎么在 Anti-Gravity 里面安装使用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说明文档。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针对全局或者项目级安装，我们需要把对应的 skill 放在对应的目录下面。例如，我选择了项目级安装，我不需要手动去建文件夹，我直接让 Agent 帮我装。我告诉他，我要把以上的 PPTX skill 放在下面的项目级目录下面。Agent 自动识别了路径，帮我创建了隐藏文件夹，并完成了移动，最终得到了这个 PPTX skill。
安装好之后，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 skill。例如，我问他以上的 PPTX 核心逻辑和流程是什么？他告诉我，它主要支持两个流程：从零创建和基于模板编辑。事实上，在体验的过程中，我发现模板编辑模式目前很不稳定，很容易翻车。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主要专注于成功率最高的从零构建模式。例如，我又问他使用这个 PPTX skill 前置条件是什么？他告诉了我，这里需要运行环境和依赖包等等。环境已经安装好了，这些依赖包在后面生成 PPT 的时候，Agent 会自动帮我们搞定。环境就绪，现在我们开始让 AI 干活吧。第一步，构建项目目录。我先在 Anti-Gravity 中新建一个项目目录 ，Make PPT 1，然后打开 Notebook LM，找到上次使用的 PPT 大纲2，复制到当前的目录下，得到 PPT 大纲 MD 文件。第二步，提交命令。这里我只是指定内容范围，没有指定 PPT 风格。我告诉 Agent，使用 PPTX Skill，在 Make PPT 1目录下生成一份 PPT，内容参考 PPT 大纲 MD 文件。第三步 ，Agent 的执行。提交命令之后，Agent 开始干活了。由于我设置的是审查驱动模式，Agent 的执行过程中，我会手动确认终端命令请求和文件修改请求。看这个文件 generate PPT.js，Agent 制作 PPT 不是画图，而是通过代码实现的。另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报错，Agent 会自动查库文件，自动修复 bug，然后重新执行。过了一会儿，初稿完成了，打开看看 ，Agent 自动选择了一个深色极客风，深蓝背景配亮色文字，非常适合科技主题。重要的是，这个 PPT 是原生100%可编辑的。更进一步，我想指定 PPT 风格，我想要更亲切点的感觉。打开 Notebook LM，找到之前做 PPT 时用到的风格提示词，复制到当前项目目录中，得到 PPT 风格提示词文件。接着，我提交了优化的指令，使用 PPTX Skill 对原 PPT 进行优化，重新生成一个新的 PPT，风格参考 PPT 风格提示词。这时候 Agent 做了一个很高级的事情，视觉重构。他没有在旧有代码上修修补补，而是写了一个全新的 V3 版本脚本。他甚至去查询了代码里有没有云彩群状，把背景色从深蓝色变成了米紫色，把矩形改成了手绘框。打开新的 PPT，我们发现原本高冷的极客风瞬间变成了温暖的手绘风。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依然是原生的，任何文字或图片都可以直接修改。这就是代码生成 PPT 的魅力：内容结构化，风格可编程。最后，我要填一个坑，还记得我们在环境准备阶段提到的基于模板编辑模式吗？很多朋友可能很期待这个功能，但是在本期内容，我之所以选择只演示从零构建，是因为我在大量实测后发现，目前这个模式的效果还是不理想，文字错位、样板丢失是常有的事情。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决定暂时不推荐了。当然，AI Agent 的进化速度是以天计算的，也许下个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是硬核玩家，并且把这个模式调通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配置方案。如果我后面有了新的进展，也会进一步分享。另外，我也要实话实说，虽然这个方案能实现100%原生可编辑，但环境部署的确有一点的门槛。如果你只是想快速出 PPT，Notebook LM 加修图依然是最快的。但如果你想追求结构化、可编程、可复用，那么今天这套 Agent 工作流绝对值得你折腾一次。做 PPT 其实是 AI Agent 的小试牛刀。Agent 是一个通往未来的巨大领域，还有很多硬核玩法等着我们去挖掘。我也会继续探索和分享。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转发。如果你在尝试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可能帮助你。最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